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实现你们人生突破的3个关键词啊，在这组牌里边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组牌我们抽到的权杖3啊，对于你们来说啊，实现人生突破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未雨绸缪，凡事提前做准备啊，要有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感。权杖3它对应的是一种长期主义者啊，提前规划，学会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这样你们设立的这个目标就会让你们的人生有一个明确的指向，这个目标它会修正你们的行为，确保你们的每一个决策每一个行动都是以那个目标为导向的，要有一种以终为始的思维。以终为始就是从开始就要考虑到最终的结果，然后通过那个结果来倒推在这个阶段你们每个阶段要实现或者说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以终为始，以始为终。可能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你们正处在一种迷茫和虚无当中啊，会有一种天下之大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和容身之所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要有一个寻找的过程的，不是说你们现在没找到以后也找不到，而是说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你们就能够开始慢慢的发现自己想要什么，自己发自内心本能般喜欢的人和事，然后通过确立自己内心当中想要的想实现的东西，倒推整个过程怎么去实现它，在脑海当中构想出实现它的路径，然后一点点的去尝试和探索。那么第二张牌宝剑3呢，我觉得宝剑3这张牌它的一个关键词啊是反脆弱性。这个反脆弱性的定义呢，就是尝试着去构建一种稳定的体系，能够抵抗外部环境的随机扰动和冲击。比如说你们在有一份工作的同时呢，你们还有一份副业，还能够去努力的尝试着打造一个能够源源不断产生现金流的生产资料，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生意。那么当你们尝试着把自己的收入变得多元化的时候啊，你们就具有了一种很强的反脆弱性，能够抵御一些人生当中发生的随机性的扰动，会造成混沌和混乱的一些事情。这个反脆弱性也可以对应到人际关系的层面上面啊，你们会发现人生当中的绝大部分烦恼都是由人际关系所带来的。那么宝剑3对应的反脆弱性就告诉你们，不要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恋爱上面，感情可能只是你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爱，五颜六色的爱，有友情之爱、亲情之爱，有对于这个世界美好的博爱啊，有对于这个世界美好风景的一种爱啊，对于某个爱好的爱，当然也有爱情之爱啊。这种反脆弱性就是让你们学会去构建这种多元化的人际关系，这样才不会让你们在失去了一段关系之后，给自身的情绪造成巨大的波动和冲击，这样能够帮助你们度过一些人生的至暗时刻。而第3张牌呢，权杖侍卫，这张牌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勇气，这种勇气是有一点像是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样的一种亮剑精神吧，关关难过关关过，步步难行步步行啊，它是有一种果敢在里边的。这种勇气能够帮助你们去冲破万难，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啊，依然会选择去热爱生活。所以说这种勇气，对于生活的勇气，能够让你们随时随地都从头开始，它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啊，生命的活力永远都不会让你们放弃你们自己。所以我觉得抽到这张牌，你们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可能曾经放逐过自己的灵魂，但是权杖侍卫真正重要的是，你们会把那个曾经放逐的自己又重新找回来了，然后重拾那份勇气，这份勇气才会变得弥足珍贵啊，它才会变成你们人格当中的一种宝藏。并不是你们生下来就具有这种勇气的，而是当你们遭受了巨大的挫折，甚至是在你们一度放弃了自己之后，又重新的振作起来，重新的整合自己，有一个找回自己的过程，然后会再一次的变成权杖侍卫，重新出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一种对于人生、
对于生活的热爱，我觉得这个勇气它也包含着一种理想主义，一种浪漫主义，它拥有一种打破规则、打破权威、抵触教条的人生模式，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一生，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我们可能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爱怎么活。所以说这3张牌对应的3个关键词呢，其实就是能够帮助你们突破人生的桎梏，尤其是当你们身处于某种困境或者说至暗时刻的时候，也一定要相信啊，当你们熬过了这个人生的至暗时刻，走出了那个黑暗的隧道的时候，你们的生命能量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第2组牌里边的第1张牌圣杯7，我觉得这张牌啊，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实现人生向上突破的关键不在于你们选择得到什么，而在于你们主动选择放弃什么，或者说主动选择失去什么。懂得放弃比懂得得到更加的重要，对于实现人生突破来说。就好比你们决定要追求自己的梦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想做的事情，能够带给你们成就和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往往命运会给到你们一个考验，他可能会把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机会，一个一眼能望得到头的生活摆在你们的面前，让你们去做选择。这个选择它会有足够的诱惑力，会让你们产生动摇。只有当你们主动放弃了一些有诱惑力的机会的时候啊，主动选择一种你们想要的自由的且冒险的生活的时候，承担那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的时候，你们的人生才具备了一种向上突破的可能性。所以说每一个选择摆在你们的人生当中，每一个选择它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你们一定要活得足够清醒，能意识到这个选择它的背后需要你们付出怎样的代价。所以说真正重要的是你们要懂得取舍，要懂得去做出选择，做出选择之后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变得清醒又自由，活在自己的热爱里闪闪发光。第2张牌呢是 Death 死亡啊，我觉得它是有一种向死而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就是你们的人生如果要实现向上突破，可能要经历一次什么呢？就死亡它带来的一种绝境。当你们的人生被逼到了绝境的时候，命运才会给你们开一扇窗，然后你们才能够在这种绝境当中得到救赎。所以说死亡它其实是有一种周期的更迭，周期的这种交替。当你们身处绝境的时候啊，往往再往前走就会柳暗花明，看到人生新的风景。尤其是当你们感觉到自己快要放弃的时候，进退维谷之日，方是别有洞天之时。只有当你们经历了这样的一种人生的绝境之后，你们的人生你们整个人才会变得无比的平和，才能够拥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呢，其实它是拥有一颗冷静而理性的头脑，拥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经历了残酷的命运的审判，才能够对这个世界的客观规律有一种深刻的认识。所以说你们要在这样的一种死亡带来的人生困境里边去修炼自己的生命力。这个时候当你们意识到这一点啊，你们会从中觉醒顿悟，生命会再一次的绽放，会在下一个清晨得到新生。而第3张牌呢，圣杯2啊，这个圣杯2其实对应的是一种合作，合作它是有一种优势的互补，资源的整合，学会与他人合作，建立这种合作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可能它并不是你们一开始带着某种强烈的目的去建立的，它可能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比如说你们通过爱好认识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说可以挖掘一下你们身边的人，和他们保持沟通和交流。这种信息的流动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很多的资源机会可以去利用。这张牌也暗示着你们未来的这种事业吧，实现人生突破的关键就是找到一个能够和你们互补的合作伙伴。这个人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合作伙伴，他也是你们的一个人生伴侣。你们两个人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可以相得益彰。我觉得在这种合作的背后啊，它还有一种更为关键的信息啊，就是可能圣杯2，你们拥有一种能够获取到别人信任的能力，能够快速的获取到别人的信任。这种能力它也是你们人生实现突破的一个关键词。你们的身上有这样的一种人格魅力，
可能你们还暂时没有发觉到它，或者说没有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呢，你们的气质呢，可能我觉得会给别人一种很真诚的感觉吧，这会让你们拥有一种天赋，就是能够笼络人心，能够聚拢人心的天赋，能够让别人快速的靠近你们，信任你们。如果你们能够利用好这种天赋，你们就能够比别人更快的达成合作，通过合作这种杠杆快速的达成你们的目标，让你们能够借力，让你们能够顺势而为。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那么第3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侍卫啊，很强的风向属性吧。我觉得实现人生突破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你们需要拥有一种拆解问题的能力，就是把一个大的问题拆分成无数的小问题，然后一个一个的小问题去逐步的解决。宝剑啊，风向属性，它其实对应的是一种结构化的思维，对应的是一种拆解问题的能力。就好比是要跑一个马拉松，如果你们只想着马拉松最后的那个终点，整个过程会很煎熬。但是如果你们把马拉松分割成无数个阶段，每一个阶段设置一个阶段性的终点啊，你们到达了那个阶段性的终点，你们就会得到一种正向的激励和反馈。通过这个正向的激励和反馈，能够驱动你们到达下一个阶段性的终点。用这样的一种策略，其实能够帮助你们完成一些不可思议的旅程，解决一些看起来无比庞大的问题。所以说呢，宝剑对应的是结构化的思维，结构化的拆解问题，结构化的解决问题。不要想一口气吃成个胖子，也不要想一口气去解决某个庞大的问题。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运用一种有策略的、有针对性的方式来达成目标，实现人生突破。那第2张牌呢，吊人啊，实现人生突破，它有时候需要另辟蹊径啊。比如说，当别人都去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的时候，你们偏偏要去自主创业，你们会选择那一条少有人选择的道路啊。它是有一种叛逆在里边的，就是越是不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偏要做什么。它是有一种逆向的思维，能够以一种相反的视角去看待一些事情，并得出相反的结论。而往往相反的结论，它更接近真相本身，只不过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啊！因为当你们得到了一些关于人生不同的结论的时候，去捍卫你们自身的观点和结论，它需要巨大的勇气；去实践这些观点和结论，它需要更大的勇气。所以你们自身的叛逆啊，不与世俗为伍啊，一些反教条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会随着时间慢慢证明你们自身的价值和这个观点的正确性。所以说，实现人生向上突破的一个关键点啊，某种层面上就像这个吊人一样，源自于你们的格格不入。你们走在大多数人的前面，可能也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有一点逆流而上的感觉。所以你们的旅程是有点孤独的，但是这种孤独它也是一种沉淀。这种沉淀是沉淀你们身体内的杂质，会浮现出一种非常清明的状态。吊人牌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实现突破的方式啊，有可能是你们会刻意的把自己放置于某种有竞争性的、有挑战的，甚至有一点恶劣的环境里边。就是你们明明可以享福，你们明明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但是你们却选择了一种更加颠簸的、动荡的人生模式，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发你们身体内的那种能量和潜力。而第3张牌呢，女祭司，这张牌我觉得是关于你们身上有着一种深不可测的思想，或者说某种核心竞争力。那么这张女祭司呢，它其实对应的是一种身份，或者说一种能力。这张牌对应的每个人的能力都不一样啊，可能抽到这组牌，有的人他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的人非常精确的表达能力、描述能力和形容能力，而有的人又拥有非常强的动手能力、执行力和创造力。有的人拥有非常强的共情能力，能够猜到别人心里边在想什么，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感受，从而拥有一种聚拢人心的能力，快速的得到别人的信任。其实这个女祭司对应的是你们拥有的任何一种能力，擅长的任何一个技能，
都会成为你们的核心竞争力。而这种核心竞争力一定要把它发挥到极致，优势发挥到极致，它就能够让你们实现向上突破，实现阶层的跃迁。就是你们的人生走到哪里啊，能够发展到哪个阶段，其实并不取决于你们的短板，而是取决于你们的长板有多长。这个长板能够给你们带来极大的优势。所以说，人生不要总是关注你们自身的缺点和短板，而要把你们的优点和擅长的那部分能力发挥到极致。这就是你们人生向上突破的3张牌，或者说对应的3个关键词。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